今天还有一件高兴的事情，我遇到了久违的一个患者，蒋丽女士。所以我现在特别想请蒋丽女士来给我们做开场发言。来，大家鼓掌。首先，我要感谢任教授给了我第2次生命。在这之前，我被诊断为癌症晚期，是任教授指点了我，我的病竟然完全好了。现在的我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。孩子们，你们要好好的学，把这么好的中医保留下来，传承下去。哎，蒋奶奶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您这么说很容易误导大家的，这不科学。怎么不科学了？我不管科学不科学，谁救了我的命，他就是好医生。蒋女士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在座的有可能不知道，刚才提问的那位同学叫彭实验，他是一位西医的医生，在我们中医班里边当班长。他说的没错，中医不科学，因为中医是学科。我不知道小鹏看没看过一个科学哲学家叫波布尔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客观世界》，也许其他同学看过啊。他在这本书里边提到了3个世界和相互之间的关系。他认为可被证伪性才是科学。要知道之前有地心说、日心说，在当时都是科学呀。科学是引领人们一步一步接近真实的过程，它是可以测量的，可以计算的。但是同学们有没有想过啊，小朋友，音乐绘画怎么科学的计量？疾病的痛苦怎么度量？火箭都上天了，那么女人心怎么揣测？所以我们这个世界，它分很多种象性，有主观的，有客观的，不能把主观当成唯一世界，也不能把客观作为唯一的标准。那就像我们人，它分2部分或者是3部分来组成。那么有一部分就是身，大家都知道身体的身。西医在身这个问题上进步非常快。你比如说数据、细菌、影像，成绩突出。那么除了身，我们还有心。衡量一个人的健康，我们是从身心2个层面衡量。身形要矫健，身心要平稳。那么除了这2个，我认为还有一种叫性、灵性，就是我们的思想要有更高的追求。刚才大家都听到蒋奶奶说了，她从身的角度病入膏肓了，西医可能无法有效治疗。但是如果没有中医的话，他可能是在被判死刑的过程当中痛苦的离世。幸好有中医呀，我让他去求神拜佛，管用吗？我在这里不谈鬼神，我只是希望在蒋女士生命的最后阶段，如果能够见天地，见众生，最终见的是自己，那么总比在痛苦当中要活得快活。
毕竟爬山呐、叩拜呀，它也是运动，对吧？总比躺着强。因为动，它就生阳，生阳就有活力，为将来。所以说，在中医的理论里，心的力量比身要大多了。一个人有坚强的信念，有坚强的意志，他就一定能够战胜身体里难以承受的痛苦。我打个比方，小宝，我说外边有一辆汽车，我给你1万块钱，你把车抬起来。您别逗了，我可没那本事。给100了，100万，那我试试。彭仁，100万，你抬不起来，我可吊打你啊！而我就算使出师奶的劲儿，我也不行。世业，如果在车底下的是你自己的孩子呢？我可以，任师，我真的可以。母亲可以，母亲真的可以。大家随便上网去搜一下，很多母亲都会做到。它能超出你对人的认知。大家知道，人是有潜质的。我们人可以为自己的理想，为自己的信念献出生命。人可以为救助他人而舍生取义。在这一点上，在科学的眼里边都是不解之谜。所以我认为西医是术，它可以标准化，可以大面积的复制，但中医不是。我认为中医是个人的修行，它是道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成立师承班。成立师承班，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，在这里边能够找到和我同频共振的人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把道真正的传下去。哎呀，我设立奖学金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服务。哎呀，吴教授，您和任教授的画风果然不一样，真人不露相。哎呦，那不敢。我师兄那才是真的高人啊，周围都是一批大神仙。我呢，能力有限，不过帮你解决啊这个运动过度啊肌肉酸胀的问题呢，还是有点办法的。说实话，这儿的足疗不错，你一试就知道了。啊，来吧，来，赶紧的来。所以什么事啊，要真心体验，那个感觉就不一样。哎，你好，我是030158号技师，很荣幸为您服务。你好，你好，030128号为您服务。来，吴校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今天不是新师承班开课吗？这不是有个客人吗？一会儿我就过去。吴教授，您认识这？郑总，跟你介绍一下，赵立全，我们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，学霸。小赵，这是在我们学校设立奖学金的这个郑总，你读书的奖学金就是郑总赞助的。谢谢您，郑总。我们之前也见过。哦，是在学校给您发奖的时候吗？还有一次是去您状元采爱。
哦，对了，那次还是我带的队，我那么多学生，我就爱带他。哎，郑总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的孩子们啊，真是了不起。你就拿小川来说，从本科一直读到硕士研究生，那他跟其他的技师就不一样了。他是真正的把教学落实到生活的切实体验。哎，是，所以我今天特意把他介绍给你啊，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做高水准的医疗服务。哎呀，那好啊，那我今天荣幸好好感受一下，必须要试一下。还愣着干嘛？赶紧！哦，好，来放下。哎，我坐起来嘛。哎，对，郑总。哎呀，来，水温还行吗？水温可以吗？啊，哎，正好。您看您平时习惯用茶包还是用盐？茶包吧。哎，好。林师，您刚才提到术和道，提到标准化和非标准化，提到理性和感性，提到主观和客观，而医学是不断进步的科学，我们对人的认知也在不断的前进。但中医翻来覆去就是那几本书，《黄帝内经》《本草纲目》《伤寒论》，就连最近的一本经典，都快500年了吧？我们人进步到今天，跟500年前的还能一样吗？好，咱不说500年，就说80年代的人穿越到现在，大概也会被饿死，不会用手机啊，叫不到外卖，打不到车，所以为什么今天用药还要参照1、2千年前的方子呢？这不天方夜谭吗？小鹏是这样啊，你刚才说中医2000多年都没有改变，那么我想问你啊，科技是进步了，那么我们人类这2000多年有改变吗？当然啊，人类的寿命大大的延长，我们对大脑的开发，对基因序列的解读，早已经超出生死这个层级。我们人类对地球的掌控力也远远增加了。我反对任师，我不觉得这是一种进步。本来地球是一个完美的生态链闭环，自从人类站在了生物链的最顶端，所有的迫害都是人为的，是不可控的。所以一旦地球被人类掌控，你怎么样控制人类的欲望，又怎么样去阻止人类不去侵害其他的物种？事物都有它的一体两面性，你不能只承认 A 面却否认 B 面。古人可以凭肉眼观测到270光年外的星球，画得特别清楚，但现在不戴眼镜，字儿都看不清。你说这算是进步还是退步？手机都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延伸出去的一个器官了。我们每个人每天出门，如果不带手机的话，简直就没法活了。科技是日新月异，但是有些东西，无论是2000年之前还是2000年之后，没有任何变化，那就是人的情感。2000年之前，父母过世了，我们会哭；2000年之后，不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有了手机，父母过世了，我们就不再伤心了。老师们，我跟你们讲理的时候，你们跟我讲情；我跟你们讲情的时候，你们跟我讲法；我跟你们讲法的时候，你们跟我讲人性。咱们能不能在同一个平台上沟通啊？这样啊，我们不能把中医跟西医一管的进出，因为这2个学问本身它就是不一样。你不能强迫中医科技化，你非要问我的方子里边哪一味药是治手麻的，哪一味药是治吐血的，我没法回答你，这是你的思维方式。我只能告诉你，人是整体的，药是整体的，它们原本就相互作用。我非常相信任教授，因为这些年我们发现科学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我所在的国外大城市有很多中医，也有很多自然疗法的医生。最有意思的
是东方的哲学，包括运动方式，像瑜伽，我们很多人都是追捧。其实大家都知道啊，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科技是进步了。其实科技的进步，那只是宇宙洪荒当中非常非常小的一点点，我们不可以把它放大到全部。大家都知道对身体的伤害，我们《内经》里边已经说得非常非常清楚。那么外邪就是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。内邪就是喜、怒、忧、思、惊、恐、悲。无论怎么进步，这些东西都是没法改变的。任师，你又说的不对了。你看啊，古代的人吃不饱也穿不暖，但是现在的人已经不缺衣少食了，那为什么还有风寒暑湿燥火呢？你提得非常好啊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？现在我们的年轻人，冬天穿的衣服很少，穿着短裤，吹着空调，喝着冷饮，这跟古人比起来，寒大多了。你看，我不理解啊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穿衣，冬天呀，露着脚踝，穿条裤子。全是洞，我看不明白，到底是美呀还是不美呀？这在古代当中，那就叫衣不蔽体。我对现在的科技还有时尚可能没有了解得很透，但是我观察到了一点，只要是有手机的存在，那么我们董老师的颈椎按摩那就生意是非常非常好的。如果哪位漂亮的小姐还有精神的小伙子穿的衣服越来越省布，那么我们的不孕不育这门诊就会一直开下去。《黄帝内经》有一句话哈，诸痛痒疮皆属于心。你看着它是皮肤上的疾病，实际上是内心紧张的反应。人的身和心不可能完全分开的。前一段时间，我听一个西医的专家，就是空军总院杨雪琴教授，他讲的课，说很多银屑病的病人，实际上是情绪的一个外化表现。那这正好跟我们中医的理论不谋而合。所以我认为啊，中西医之间的关系啊，它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，而是在不同之中去求得统一。宋老师说的对啊，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我的办公室有2盆番茄，大家都不陌生。在我们不在的时候呢，它是硕果累累。但是后来我们看它长得非常好，想给它换一个好的环境的时候，它又奄奄一息了。我们再次放任它，让它去生长，又活过来了。所以我说，如果我们遇到急症，你比如说癌症，我是非常非常赞同开刀的。如果你不开刀的话，这个病就像是没有刹车的一个在高速路上急速奔跑的重卡，它会失控狂奔，最后的结果车毁人亡。那么我们给他开了刀，让这个病人留一段时间，之后我们再稍稍的给他一点外力作用，让他自己自身的修复。大家记住，中医西医不是治病的神，而是帮助病人走向健康之路的人。任教授，
您刚才讲这个拜神的这个意义，我特别有感受。您还记得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吧？我那会儿多绝望呀，我自己都感觉我都要活不下去了。您给了我一个古方，为了这个古方呢，我苦苦坚持了1年。我刚才就突然醒悟了，其实您让我找这个300年的瓦，就是让我有一个缓冲的时间，让我从悲恐中镇静下来，然后重新面对新的生活，对吧？谢谢您的良苦用心。哎呀，其实我在咱们医馆就是帮忙的这段时间哈，我见了太多形形色色的人了。有的人呢是外形健康，但他心里是有病的；有些人是外形、心理他都是病病殃殃的。其实人只要活着，哪有什么圆满的呀？不都是各有各的难吗？还有，你说世界上有那么多失去孩子的母亲，那他们不也得艰难地活下去吗？这么比的话，我就觉得我特别的幸福。任教授，谢谢您的慈悲，也谢谢您一路带我们娘俩走过来。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，活着就是最大的意义。霞姐说的对，我们每个人都得面对自己的难题，这难题要是解决不了，就会成病，要么是身病，要么是心病。简溪，妈妈知道你以前是多爱自由的一个人，现在把你绑到这个轮椅上，确实很难受。但是你要答应妈妈，不能放弃。我相信，只要咱们娘俩在一起，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。这300年的娃找不着的，你都是妈妈最好的女儿。哎，你要找那个300年的娃呀？对对对，你找我呀？我刚去过那个山，那个山上就有一大片好几百年前的老房子，说不定呐就有你要的那个娃，我给你弄去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张奶奶，你还能跑啊？任教授都说了，动能生阳，我为他人服务，多做好事，我多做奉献，我能活得更长。好。简溪啊，你看，今天在座的有老人，还有你的哥哥姐姐，叔叔阿姨，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，我们爱你。那你说，你还有什么理由要放弃生命？凡大义之病，必当安神定志，无欲无求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，誓愿普救寒灵之苦。若有疾厄来求救者，不得问其贵贱贫富，长幼年痴，愿亲善友，华夷于智，普同一等，皆如至亲之下，亦不得瞻前顾后，自虐其凶，护其生命，见于无脑。凡此则是寒灵巨贼。自古明贤治病，多用生命以济危急。虽愿见主贵人，至于爱命。
爹是真没骗我呀。你没头没尾的，哪来这句话呀？你爹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，说自己有通天的本领，什么随神往来、心念一动、心想事成。我当时还将信将疑呢。不过今年啊，我看到我们这个新的师承班成立，我信了，我真信了呀。蒋奶奶说的对，你爹就是真神仙。切！我总算是瞧出来了，你跟你爹，你俩就是合不来。你们师徒俩，一个敢吹，一个敢信。我什么时候吹了？我说的是真话。我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神奇的人，他说的话，他救的人，他全都实现了。他没实现的那些你不知道吧？他不愿意告诉你。没实现的？什么没实现？不告诉你。说呀！你守不住秘密。我能守住秘密？你爹让我守的秘密，我一个……我爸让你守什么秘密啊？我答应他了，我不能说。那我跟你说一个我爸的大秘密，我发现了，跟你换，你跟我爸秘密，换不换？不换。行，扁给我。扁。我爸有个女朋友，换不换？不可能！你爸不是这种人，而且你就想骗我，你想让我把我的秘密先告诉你，然后再告诉我这没有的事儿，对不对？我爸那女朋友叫小百灵。鸟啊，啊，什么名儿啊？这种烂招数也只有你能想得出来，真是。谁让你们挂的？站下来！不是你让挂的吗？先把它拿下来。拿下来！这个鞭我承受不起，人要戒慎恐惧。这是人吴承恩说的。我治得了别人的病，改不了别人的命。蒋奶奶之所以好了，是她的心性的改变。我把一个人的病治好了，第二天他会又回来，他永远在这个圈子里周而复始的转。朱长明就是这样。如果一个人要想从这个圈子里走出来，就要靠自己的意志和过去的习性拜拜，知道吗？我不收这个匾的原因，偷天功，偷别人的功。那你当时为什么要收啊？我情商再低的话，我也不会拒绝，在我开业的时候，人家送我的我的贺礼。那这样，我把它放凳子后面，这样既不辜负老人家，又不让您心神不宁。哎，你就放那儿吧。头头啊，你的命，我们都交你手里了，成与不成，全看你了。师傅，其实我之前不相信什么努力就能改变命运这种话，因为像我们这样送筷子的小哥，个个都很努力，可是最后，我也没见谁最后飞黄腾达了。但是我现在信了，真的信了，因为我看到祝霞姐、蒋奶奶、陈莹姐，她们都在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努力，
虽然说现在还是一手烂牌，但是他们都没有放弃，一直在坚持。所以我就觉得，我现在怎么说，起点这么高，也是个传承人。我应该也能行。对吧？酒可是粮食的精华，多倒点。今天咱们是双喜临门啊，得多喝好多酒。爸，你哪里来的双喜啊？是啊，我的房子失而复得，此其一喜。啊，师承班重新开业，此其二喜。这得多喝吧？师傅，铃兰啊，本来没想卖您的房子，如果要卖呀，也是卖我们的房子。但是他故意不告诉您，让您担心。来，哎，师傅，这样，我先敬您一杯，感谢您对中医的恩德，感谢您对我的好，对我的照顾。这样我给您磕一个吧。师傅，回来，你又是给我敬酒，又是给我磕头，你是帮我呢？要敬酒，敬你师母，这可是女中豪杰。是，那我给师母磕一个。别，我们俩都老了，今后啊，支持你、扶持你的，应该是你的另一半。哦，铃兰不容易，给铃兰磕一个。那就感谢你后磕，感谢你这么些年不离不弃，跟着一个没本事的人在一起。干了啊！嚯！来，陪一杯，陪一杯啊！哎，刚才是谁说给我磕一个的？啊？磕呀！心里都磕过了。哎，不许叹气。我每天在家里看着你啊，我心里这个气呀！你就说，我怎么就嫁了这么一个肩不能扛、手不能提、不往家刀钱，还净往外霍霍的丈夫呢？我命太苦了。但是，任老师，你知道你在台上讲课的时候啊，我看着你，我还是很崇拜你的。真的，不开玩笑的说啊，你看，现在像你这样为中医啊一腔热情，无怨无悔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不是那个师傅他说你呢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就是你看，像你这样，就是对中医能够心无旁骛，能够抛家舍业这种态度，我觉得没几个人能够做到。我是从心里敬佩你，我敬你啊！你以后就不再骂我了吧？把酒喝了，我再回答你。您喝。干了。哎，爸！陪一杯，又陪一杯。哎呦，真是！我现在回答你啊，你以后啊，就别老在我面前杵着，你呢就站在那神坛上，你就好好讲课。我觉得这样呢，我们可以保持很平稳的夫妻关系。爸，他以后不骂你，就敢骂我了？那能一样？儿子，我跟你说实话啊，其实我每次骂完你吧，心里都特别的愧疚，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上天给我派下来的一个天使。可是我每次骂完你爸，我老觉得没骂够。
哎，你看看自己肚子里出来的和肚子外的就是不一样。哎，妈妈说的对，我敬你一杯。来来来来，我敬师傅。来，哎，师傅，除了爸爸以外，那个所有人都举杯。来来来，我多少喝点啊！萌喝表酒。对，来，少喝点。我们不喝酒了。一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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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，呸呸呸呸，美酒。嘿，嘿，哎，这儿蔬菜，那谁呀？我去看看。哎，你吃你的，吃你的。放年糕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怎么这么突然啊？其实也不突然，萌萌已经休学1年多了，而且她最近的状况也挺好的，我们就想着9月份开学的时候让她复学了。他现在还没痊愈呢，这个时候回到学校会有风险的。啊，我们也想到这一点了，所以想把他提前接回去，按照学校的作息让他适应一段时间。对，你们的考虑非常周到。不过您放心啊，我们会定期带他来复诊的。谢谢小任大夫，当然还有宋大夫，谢谢你们一直为萌萌考虑。不过萌萌她的高中学业还没有完成，她还是要通过学习实践，将来自己走入社会。是的。萌萌，回去之后呢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。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，你要有什么事儿，随时打给我，好吧？我们也会过去看你的。萌走了，他娃娃没拿。哎，先坐下吃饭，明天不是他娃娃没拿。明天再给他。不用，他会回来的。哎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他回去，乃正常的归宿。啊，来，吃饭。吃饭啊，来。你别说，萌萌虽然平时也不说话，也没什么存在感，但是她一走吧，总觉得空落落。room service， 我不吃。哎，你帮我看看我的抖音怎么了？哎呀，我的乖孙子啊，我那个抖音不能用了，急死我了！来来来来来，帮我。哎，
万善伺候，老奴贴心吧？哎呀，阿公，我都说了，我不想吃东西。你看，茶饭不思，心情低落，你这是病了？我没病。城市黄昏，让故事显得很有气氛。夕阳里的我们，这场青春越是在慢慢变得完整，思念在发生。确认你是那个人，我承认不再纯粹，心是那么沉，已经囚困在你的眼神，倾诉生根，那刚刚萌芽的缘分的茂盛，总有人值得你跨越山水万丈，一同分享岁月和星辰，我确信确认你是那个人，我承认不再纯粹，心是那么沉，已经囚困在你的眼神，倾诉生根，那刚刚萌芽的缘分的茂盛。